今天我們來講我的魔鬼模特媽媽。在英國中部小鎮拉格比，曾發生一起令人髮指的慘案。年輕母親路易斯為沉溺私欲，將2名親生女兒視作累贅，最終親手終結了孩子的生命。路易斯出生於1996年，11歲時父母離婚，母親珊瑞離家出走，這讓他心生怨恨，徹底斷絕了與母親的聯繫，性格也變得叛逆扭曲。在單親且清貧的環境中長大，路易斯對金錢產生強烈渴望，小年紀便養成偷竊惡習。每次去祖母家，值錢物件總會莫名消失。面對祖母的質問，他非但不知悔改，還出言威脅要斷絕往來。更讓家人憂心的是，路易斯在感情上極度放縱，未成年時便與多名男性糾纏不清，尤其偏愛願意為他花錢的對象。家人的勸告被他當作耳旁風，關係愈發緊張。祖母病危時，他未曾探望，葬禮也拒絕參加。這份絕情讓除姐姐凱倫外的所有家人都與他徹底劃清界限。2014年10月，年滿18歲的路易斯生下大女兒萊克斯。2016年9月，小女兒斯卡利特出生。2個孩子的生父都是克里斯·德雷珀，可路易斯與他感情破裂。為了報復，他謊稱小女兒非克里斯親生，將大女兒姓氏隨父，小女兒改姓沃，還堅決拒絕克里斯探望孩子。克里斯十分疼愛女兒，多次向兒童保護機構申請撫養權和探視權，卻屢屢失敗。無奈之下，路易斯帶着孩子搬到拉格比躲避他，但路易斯從未盡過母親的責任。女兒們出生後，他便想方設法將育兒重擔甩給他人。母親珊瑞、姐姐凱倫、房東和鄰居都成了他的免費保姆。他每周平均有3到4天把孩子丟給別人，自己全然不管。珊瑞和克里斯察覺到路易斯疏於照料，多次向兒童保護機構舉報，希望奪回撫養權。可社工上門時，看到孩子們衣着整齊、活潑好動，便認定路易斯盡到了監護義務，一次次駁回了他們的請求。誰也沒料到，表象之下潛藏着致命危機。2017年11月，路易斯申請到福利部救助，搬進一家離凱倫住處很近的旅館。此後更是頻繁將孩子丟給姐姐，自己做起甩手掌櫃。路易斯對外自稱模特，卻從未踏上過真正的 T 台。他用手機拍攝大尺度照片和視頻，發布在付費網站牟利，甚至承接私人有償服務，毫無底線可言。他竟還把工作地點搬到凱倫家中，當着女兒的面與陌生男性周旋。凱倫怒不可遏，路易斯卻滿不在乎地開玩笑，稱下次要給孩子餵安眠藥，省得他們礙事。2018年1月2日下午，路易斯忙着在交友網站聯繫客人，卻突然給凱倫發信息，稱萊克斯狀態不對勁，自己在等急救電話。可事實上，他是在發完信息11分鐘後才撥打急救電話，還謊稱萊克斯是看電視時突發癲癇。接線員提出派救護車，他卻拒絕了，堅持自己開車送醫，途中還不忘和客人討價還價。醫院沒能查明萊克斯癲癇的原因，留院觀察1晚後，孩子於1月3日痊癒出院。可僅僅1天後，萊克斯再次突發狀況，路易斯報警稱女兒沒有呼吸。急救人員趕到時，發現萊克斯嘴唇、手指和耳朵發紫，經過全力搶救才僥幸撿回一命。這次醫生懷疑是呼吸道感染引發症狀，強制讓萊克斯住院。令人齒冷的是，住院期間路易斯依舊本性不改，躲在廁所拍不雅照片發給客人，還與醫院保安打得火熱。短短幾天，互發80多條交易相關的信息。4天後，萊克斯無礙出院。1月14日，路易斯帶2個女兒去凱倫家。凱倫回憶，那天孩子們玩得十分盡興。傍晚5點59分的監控記錄下了萊克斯生前最後的活潑身影。誰也沒想到，7個小時後，死神再次降臨。1月15日凌晨0點50分，路易斯撥打急救電話，稱萊克斯沒有了呼吸。救護車1點02分趕到現場，發現萊克斯早已離世，身體冰冷僵硬。儘管路易斯面對女兒死亡毫無悲傷，表現得十分可疑，但醫院檢查未發現異常，此事也未被當作兇案立案。更令人憤怒的是，萊克斯去世第2天，路易斯就在約會軟件通過了41名男性的好友請求。在女兒的葬禮上，他甚至當着工作人員的面和男性客人視頻聊天，全程有說有笑。悲劇並未止步，萊克斯葬禮結束2天後，厄運降臨到17個月大的斯卡利特身上。2018年2月1日晚上10點20分，路易斯撥打急救熱線，語氣平淡地說小女兒身體不舒服，但情況不緊急。9分鐘後，急救人員趕到，發現斯卡利特倒在汽車副駕駛座上，身體早已僵硬，同樣離世多時。
這次醫生有了突破性發現，斯卡利特脖子周圍有明顯淤傷，死因是呼吸道受阻，屬於非正常死亡。警方立刻懷疑路易斯，搜查其住所後，在旅館枕頭上發現了血跡。監控顯示，2月1日傍晚6點55分，路易斯抱着斯卡利特走出旅館。晚上7点30分到9點50分，他給多名客人发信息，謊稱女兒得了流感，還向一位名叫帕克的客人索要30英鎊郵費，稱要帶女兒去醫院。此後，路易斯駕車帶着斯卡利特在城裡漫無目的的轉悠，10點左右去加油站加油付款，之後才把車開到停車場撥打急救電話，還謊稱自己正送女兒去醫院。警方質問他為何行車路線繞來繞去，路易斯竟狡辯稱自己只知道這一條路。2個女兒接連離世，間隔僅18天，警方不得不懷疑萊克斯的死因絕非意外。法醫對萊克斯遺體重新檢驗，在他鼻子下方發現一處極其細微的淤傷，最終判定萊克斯與斯卡利特死因相同，均為呼吸道受阻導致的非正常死亡。警方調查路易斯的手機通話記錄，發現了更毛骨悚然的真相。萊克斯去世前一天晚上，路易斯曾給客人發信息，稱萊克斯得了無法治癒的流感，活不了太久。隨後又搜索了人去世前會不會大小便失禁，人死後多久身體會變冷等驚悚問題，1小時後便撥打了急救電話。2018年3月20日，路易斯被警方逮捕，因證據不足，檢方未貿然起訴，不久後將他釋放。可路易斯毫無悔改之意，3個月後竟在臉書上發帖打包出售女兒的衣物，總價僅20英鎊。警方沒有放棄，經過1年多的證據搜集，於2019年7月以2項1級謀殺罪對路易斯提起公訴。法庭上，檢方出示大量鐵證，指出斯卡利特去世前幾天，路易斯就曾發信息稱小女兒可能會布萊克斯後塵，可當時多位證人都能證明斯卡利特身體健康。面對質問，路易斯矢口否認發過這條信息。急救人員、醫護人員、凱倫及鄰居紛紛出庭作證，一致表示路易斯在孩子離世期間毫無悲傷之色，整日抱着手機與人聊天。路易斯拒不認罪，辯稱自己深愛女兒，只是不善於表達情感。律師也提出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，但精神科醫生評估後明確表示，路易斯精神狀態正常，作案時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。檢察官指出，路易斯的作案動機並非為了錢財，而是因為孩子阻礙了他放縱享樂的生活。在他眼中，女兒們只是束縛自由的累赘。最終，陪審團一致裁定路易斯謀殺罪名成立，法官判處其无期徒刑，規定服刑32年後才可申請假釋。這一判決引發英國媒體和民眾的強烈不滿，大家普遍認為刑期過短，同時質問兒童保護機構為何當初沒有核查路易斯的背景，駁回克里斯的撫養權申請。案件曝光後，路易斯的母親珊瑞遭到網絡暴力，盡管她早已與路易斯決裂，卻仍因孫女慘死和輿論壓力陷入重度抑鬱，於2020年2月4日在家中輕生，年僅48歲。孩子的生父克里斯也難逃網絡暴力，他悲痛地表示，自己第一次見到斯卡利特竟是在葬禮上，後悔當初沒有堅持爭取撫養權。一場因母親自私冷血引發的慘案，奪走了2個幼童的生命，摧毀了本就支離破碎的家庭。路易斯為滿足私欲，親手將女兒推向深淵，最終難逃法律嚴懲。這起案件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，更給整個社會敲響警鐘，兒童保護機制的疏漏可能滋生罪惡。為人父母者若失去良知與責任，便會淪為最可怕的惡魔。願萊克斯和斯卡利特在天堂沒有痛苦，願這起慘案能警醒世人，守護好每一個無辜的孩子。